丫鬟将滚烫的茶泼了我一手，我扣了她半个月的月钱。她袖口却飞出一只虫，狠狠咬向我的掌心。随即她跪在地上，苦苦哀求：“小姐，这是不知道什么时候粘上的虫子，小姐莫怪。”我眼前却浮现文字：男主留给女主宝宝的蛊虫可太好用了，蛊虫只认女主宝宝一个主人，任何人被它咬了都会身中剧毒，命不久矣。哼哼，只要炮灰女配死了，大小姐的位置空出来，男主一定会让女主宝宝当大小姐的。我冷笑一声，看着已经有些发黑的掌心，把那虫子给我剁了，限你1炷香的时间，说清楚这虫的来历，不然你和那虫一样。大家好，欢迎收看皮皮听书。丫鬟应声倒地，她抖着身子跪在地上求饶：“小姐饶命！奴婢真的不知这虫子是哪来的。”我灿然一笑，不知道。她误以为我要放过她，抓着我的衣角，露出讨好的笑容：“是，奴婢不知。小姐人善，定然不会跟奴婢计较。”我挑眉，竟有人将人善2字与我相提并论。京中谁人不知丞相府的出云小姐心思狠毒，又是杀害亲弟，以致祝丞相失去唯一的亲子。我饶有兴味地绕着他打量一圈。别人都道我杀害幼弟，不敬长辈，残暴不仁，是最最恶毒之人。你却说我人善？哈！我不禁笑出声，掐住他的下巴。你嘲讽我？他神色惶恐，不住地摇头否认。那就是骗我。我敛起笑意，将人重重甩落在地。我最恨别人骗我。杀了。轻飘飘2个字就让那婢女吓破了胆，那漂浮在空中的字也沸腾起来。好恶毒的恶毒女配！男主快来啊，这女的真会杀了女主宝宝的。毒妇，你等着毒发身亡，七窍流血而死吧。我垂眸看着发黑的掌心。毒发身亡是吧？那就让你们的女主宝宝跟我同归于尽。侍女清代轻车熟路地从袖中拿出毒药，掰开那婢子的嘴就要灌下去。住手！突如其来的一声厉喝，让清代的手顿了一下。可惜没用，清代只听我的命令。一粒石子飞快地奔向清代，清代手一软，毒药散落在地。我眯了眯眼，看向来人。我的便宜哥哥，祝香旭。难不成他就是那弹幕口中的男主？我眼中渐渐聚起危险。祝香旭敏锐地察觉出我的不对，他气势汹汹地脚步一顿。见状，我不屑地哼笑一声。趁他还未行至室内，我手掌一翻，一枚黑色药丸出现在手中，然后果断掰开那婢女的嘴，强迫她吞了下去。祝香旭怒不可遏，竟冲了过来，想对我动手。院中皆是我的人，他刚冲了2步，侍卫便把他团团围住。他怒瞪我：“祝出云，你这是要师兄？”我不否认。是，你能奈我何？他无力反驳。你。清代已然反应过来，跪在我身侧。奴婢无能，请小姐惩罚。我没理他，而是问祝香旭：旁人道你是君子，有人心。今日你害我婢女犯错，或要受罚去死。我的君子哥哥，你要不要替他去死呢？通过弹幕我知道这个便宜哥哥不是男主，只是个男配。又看到弹幕夸他是难得的君子，后面大义灭亲，检举养父祝丞相贪污受贿，搜刮民脂民膏，踩着我爹上位，还得了好名声。我气急反笑，故意刁难他。祝香旭脸色大变。我有多疯，他一清二楚。一母同胞的幼弟都死在我手上，更何况他这个养兄。于是他分明惧怕，还要正义凛然斥道：我祝家大少爷岂能与贱奴换命？我抚掌大笑：好好好，好一个君子。我倏然收起笑容，抬手露出发黑的掌心。这贱婢暗藏毒虫，害我中毒，我今日杀他除之后快。以你的说法，我可亏大了。既如此，就将人凌迟而死吧。他大惊：你已经给柔家喂了毒药，竟还要凌迟？我反问：毒发之时再施以凌迟，岂不痛快？他怒骂我：你就是个毒妇！见柔家哭着被人拖走，他心痛得无以复加。你别杀他，我有办法救你。我抬手，侍卫顿时停住脚步。怎么救？祝香旭谨慎地问道。我若是救了你，
你就能放过柔家？我扬眉，自然是假的。你们2个我都不会放过。这话没说出口，毕竟我还没活够。同归于尽乃是下下之策。我笑意盈盈，尽量让自己看上去真诚一些。殊不知就是这副令人毛骨悚然的笑脸，让人心生惧意。祝香旭打了个冷战，根本不相信眼前的女人会信守承诺。他还在纠结，弹幕已经开始争吵。别救他呀，救了他女主宝宝还怎么当大小姐？楼上说什么呢？不救他，宝宝就要死了啊！我服了，这真是疯批。男二根本救不了我宝啊！祝向旭真的好没用，难怪是男二，呵呵。祈祷男主快来！我发出一声嗤笑。那什么劳什子男主敢来，我就敢把他一并解决了。当今天子都奈我不何，除了皇子公主，这世上还没有我惹不起的人。哦不，就是皇子公主，我也照样解决了。不过就是麻烦些。这般想着，我已经开始思索如何除掉一个皇子了。我沉思的模样落在祝香旭眼中，他大为震惊，以为我思索着怎么折磨他的心头肉，连忙将法子告诉我。你别冲动，我告诉你就是了。看着他眼中的惶恐，我明白他是误会了。我撇嘴，倒是头一次因着狠毒走了捷径。那虫子是出自南疆的蛊虫，你中的是蛊毒。要想解毒，需找来自南疆的蛊师。南疆中人避世而居，想找到一个蛊师可不容易。看穿我的想法，他继续说道：不久前有一蛊师出现在京城，我能带你找到他，但在此之前，你必须保证柔家是活着的。我颔首指道：我答应你，你现在就我去找那个蛊师。他急切：你喂的毒？我解释：那毒药不会让他立即死的，你放心，在我痊愈之前，我会让他活着。他这才放心，又提出要求：你让我跟柔家说几句话。我同意了。得到自由后，他立即上前，心疼地将人扶起。莫怕，待在府中等我回来。柔家泪如雨下，柔柔地看着他，点了点头，跟着祝香旭在城内绕来绕去，最终停在一处偏僻小院外。看着杂草丛生的院子，我不禁怀疑：祝香旭，你莫不是诓我呢？祝香旭瞥了一眼身旁蠢蠢欲动的侍卫，我命都在你手上，骗你不是自寻死路。虽然如此，我还是留了个心眼，选了几个侍卫守在外面，一旦出事，立即冲进去将所有人杀了。不理会祝香旭的表情有多难看，我径直进了院子。清代上前敲响紧闭的门，无人回应。他再度敲门，木门吱呀着开了。一身着玄衣，佝偻着身子不修边幅的男子从内走出。他一扫院内站立的人，视线停在我身上。你中了蛊毒。声音十分难听，我忍不住皱眉。那蛊师眯着眼，冷哼：哼，前来求医，还嫌弃我的声音。语罢，他拂袖就要关上木门。祝香旭忙出声阻止，他恨铁不成钢，瞪了我一眼。小妹年纪小，不知轻重，医师莫要计较。我自知理亏，难得没反驳他，心中暗叹，我又是不是故意的，只是属实没听过这么难听的声音。蛊师上下打量我一眼，对道：将近双十年华，也能叫年纪小？怕不是牙齿掉没了，你也能厚着脸皮到他年轻？毫不留情的嘲讽，我在意的却是他所说的关于我的年纪。只一眼就能看出我的年纪，又诊断我中了蛊毒，这人确实有几分能耐。对于有能耐的人，我一向宽和。我朝清代看了一眼，他立即会意，上前将手上的木匣打开，里面装满了金锭。没错过蛊师眼中一闪而过的惊讶。我眉梢上扬：你救我，这盒金锭就是你的。他仍在犹豫，我加重筹码，痊愈后再加1盒金锭。他登时笑容满面，敞开木门：贵客请进。祝香旭已然看呆了眼，弹幕也停滞一瞬。好亮好闪，好想拥有。咱小川变脸好快，哈哈，好可爱的小川。这么多金子，别说七川了，是我也就啊。看来这个蛊师还是个有名字的配角。七川，我得意扬眉。这世上就没有金子敲不动的砖。祝香旭从鼻尖哼出一声：肤浅。
七川带着我们走进木屋内，停在一房前。他朝我扬了扬下巴：“你跟我进来。”我拦住想要跟着的青黛，手却从袖中摸索出毒药。木门关上，七川坐在粗制的木椅上，小眼睛似是无意朝我藏在背后的手瞥了一眼。我不会武，要想杀你，只能用蛊虫。我登时警惕起来。他继续说下去：“可惜我的蛊虫珍贵得很，不能浪费在你身上。这是说我不配他用蛊虫了。你说话一点也不好听，要不是我急用它，早让侍卫进来把人拿下了。”他讶异看我一眼：“你说话好听？”我一噎，蹙眉瞪他：“你还治不治了？”话落，他以一种极为诡异的手法抓起我的手，仔细端详我掌心痕迹。片刻后，他直勾勾看向我：“我能治，但你要告诉我，伤你的虫子是谁的？”我微愣，不仅是因为他的话，还有眼前飘过的弹幕。哇哇哇，这是要提前见面？太早了吧，宝宝还没当上丞相府大小姐呀。看到七川出现，我就猜到剧情已经乱了。七川还会喜欢上宝宝吗？肯定会，这是命运。弹幕在说，眼前的蛊师未来也会喜欢上那个婢女。我打量着面前丑得极其特别的蛊师，这也吃得下？见我眉头紧皱，七川问：“不行。”弹幕又飘来：“快拒绝！”七川不能现在出场。是啊，这女配快拒绝呀！大反派不能这么快和男女主碰上的。我一身反骨，让我拒绝我偏不，当即就答应他。行，我答应你，但你也要告诉我你的真名，还有……我盯着他丑陋的面容，试探着道：“你的脸。”闻言，他眉间上挑：“你还挺聪明。”我展颜一笑：“诈你的。”他神色一滞，脸上表情极其扭曲。我嘟囔，没想到一乍就坦白了。见他吃瘪，我心情雀跃。从见面到现在，总算是在他身上扳回一局。原以为这毒很难解，没想到只需一只蛊虫将毒素吸出便可。七川将吸了毒的蛊虫收回瓶中。我疑惑：“这就好了？”他斜睨我一眼：“没，我让他再咬你一口，重新治一次。”我当即翻了个白眼：“你治好了我也信守承诺。用蛊虫害我的人就在我府上，我现在就能带你去找他。”他站直，伸了个懒腰：“要出门，我就洗把脸吧。”他推门身旁的木板，走了进去。那里竟是一道门，而一眨眼，他又从里面走出，还是一身玄衣，脸却截然不同。之前那张脸崎岖无比，眼前的人却风神高迈，容易俊爽，两者相差极大。在外等候的祝香旭看见跟着我一同出来的七川，忍不住出声问：“这位是？”我好心解释：“刚才的蛊师。”祝香旭不相信，盯着他看了许久。嘶哈，好帅的小川宝宝。其实早点出场也没什么不好。舔屏你，舔屏是什么意思？我奇怪地看了一眼七川，舔他的脸。众人的目光皆聚集在七川身上，他不耐催我：“你还带不带我去了？”我立即下令打道回府。回到相府，我领着一群人浩浩荡荡寻去关押柔家的柴房。守在门口的侍卫见我来，利落的开锁，将门打开。我踏步而入，本应在柴房的人不翼而飞。七川紧随其后，看着空无一人的柴房，质问道：“你说的人呢？”我环视一圈，在上方看见一处松落木板，听见柔家不见，祝香旭上前欲要靠近我责问，一个个都来问我。我心烦意躁，一掌将其击飞。人自己长了腿，想跟谁走是我能阻止的？我平复心绪，心中起了杀心。这个柔家很不简单，他背后的人竟能在相府来去自如，只能说明相府早被人暗中盯住。没找到柔家，七川决定暂时住在相府。我同意了，让人给他寻了一处僻静的院子，并严肃警告，不能让他的那些小虫子在府里乱跑。见七川真的住在了相府，那些字又开始飘动。炮灰女配活了下来，还跟反派 BOSS 搞在了一起。可惜了，宝宝被男主救走，没能和小川相遇。好扑朔迷离的剧情。没事的，没事的，
反正最后丞相府都是祝香旭的，祝淑云还是要死。我想起白日里弹幕曾说，祝香旭最后大义灭亲，检举了我爹。恰逢我爹住原址回府，得知府中住进一个外男，特来询我问是何事。我将今日之事据实告知，特地掩去了我能看见那些奇怪的字的事。他仍是不赞同，虽说那股尸救了你，但也不必住在府中，寻一所院子买了赠给他就是。我摇头，提起死去的弟弟。爹还记得弟弟是被什么害死的吗？我爹一怔，也想起了不愿回忆的过往。我道：蛊虫。当初弟弟被人下了是心蛊，心脏被蛊虫吞噬，最终成了不人不鬼的邪物。如今府中又有人用蛊虫害我，爹难道觉得这是巧合？我爹陷入沉思。我继续说着，满京城谁能从相府悄无声息就走一个人，又有谁能往相府安插人手？说到此处，我意有所指，朝宫城方向遥遥望去。爹，你真觉得从同宗进之选的四子可以信任？今日是他带我去寻的蛊尸，他出自祝家，自幼在京城，为何会注意一个蛊尸的行踪？我一步步剖析，冷意也自心中逐渐蔓延。那个蛊尸或许能帮我们寻找答案。爹最终被我劝说，同意将七川留下，而祝香旭也将重新被审视。念着蛊虫一事，我去寻了七川。彼时他正在院中捣鼓他的蛊虫，好端端清雅幽静的小院，在他蛊虫的陪衬下显得极为瘆人。你来找我作甚？那人找到了。他头也不回，把玩手心上的小虫。我停在他几步远的地方，反问他：你为什么非要找到他？他转过身，示意手心的蛊虫朝我飞来。见那恶心的小东西直冲面门而来，我闪身躲过，刚要拿出藏在身上的短刀将七川杀了，就听他道：这府里有是新蛊虫的气味。我动作顿住，就见那小东西又飞回七川手中。他指腹轻轻在其身上点了点，似是在安慰。他喜时是新蛊虫，方才一时馋了，才想去靠近你。我收起短刀。你是说我身上有是新蛊？七川摇头。不，只是残留的气味。是新蛊虫的气味经年不散，再久远他也能闻到。他将小虫收入瓶中，收拾出一空地与我落座，而后好整以暇地靠着石桌，姿态悠然。说说吧，有关是新蛊的故事。我忍着恶心，在那蛊虫待过的地方坐了下去。我的弟弟死得凄惨，他是一日一日被蛊虫啃噬心脏而死，可他的家人却以为他是生了怪病，直至他的心脏被蛊虫吞噬殆尽，彻底取代了他，成为怪物之后，我才发觉弟弟变了。阿弟，你看姐姐给你带什么回来了？我提着从东街的点心铺子买来的枣泥山药糕，一步并作两步越过台阶进了屋内。一入眼的不是安静乖巧的弟弟，而是满地狼藉，茶盏碎在地上，桌椅倒成一团。站在混乱中的人缓缓转过身，那熟悉的虚弱面容此刻惨白一片。他双目无神，直勾勾盯着我，像是在看一只猎物。阿弟，我声音颤抖，上前几步。他猛地冲到我身前，大力将我按倒在地，手上的瓷瓶碎片就要直逼我的脖子。我制住他的手，控制着力气，不想伤害到他。阿弟，你怎么了？眼前的人像是被抽了灵魂，整个人只剩死一般沉寂的呆滞。他口中发出呵呵的声音，持着碎片的那只手鲜血淋漓，依然不知疼痛地加大力气刺向我。我一遍遍呼喊，祈求他能醒过来，可他毫无反应。我只好不再收敛，用劲儿将他制服。刚翻身将人压倒，他不知为何力气大增，如猛兽一般扑在我身上。瓷片刺入我胸前，皮肉被撕开的疼痛让我痛呼出声。剑眉刺中我的心脏，噗呲一声，瓷片拔出。他瞄着我的心口，就要再度下手。此刻我才明白，眼前这个披着阿弟皮囊的怪物是真的想要我的命。我猛然拔出藏在腰间的匕首，一刀入喉，血色迸溅。他瞪大眼睛，眼里似有一瞬间的清明，悲戚地轻唤我一声：阿姐。我眼睁睁看着他倒在身侧，心中没有劫后余生的喜悦，耳畔一直回荡着那句阿姐。
我亲手杀了我的弟弟。我木然地转动脑袋，低头看向在无声息的人。不远旁，油纸散开，露出几块枣泥山药糕。我仿佛还能闻到它的香味，看见阿弟捻起一块山药糕，眼睛舒服地眯起。他笑着夸我：“阿姐，你真好。”不，我不好，我就是一个自私鬼。为了活着，杀了我的阿弟。我痛苦地捂着脑袋，发出呜咽的哭声。我不敢再看，不想面对这残酷的一切。后来，我抱着阿弟的尸体，堂而皇之走在府里。我要去找爹，我要让所有人知道，我该死。可我没有死。回忆起不想记起的往事，我情绪不由得低落。我爹觉得弟弟身上有古怪，就将阿弟的尸身保存着，请了许多人来探查。后来从一个古尸口中得知，阿弟被人下了噬心蛊。原来阿弟身子突然变弱，不是生了病，而是中蛊。我勾唇，神情讽刺，可笑我自以为多关心他，竟没发现有人暗藏祸心。他才那么小，就要忍受蛊虫噬心之痛。我努力平复心中翻涌的恨意，所以我厌恶蛊虫。若不是我中毒，今天我就会一刀杀了那个贱婢。七川默默让自己的蛊虫们都缩回自己的小窝，而后他面色又严肃起来。你阿弟确实是中了噬心蛊，被人控制，可被蛊虫啃噬完心脏之后，人就彻底死了。所以最后你阿弟换你，只是背后之人的恶趣味。心头一震，不自觉攥紧了手。我低垂着头，眼下因恨意而扭曲的面容，不想在旁人面前失态。七川继续说道：“这是心蛊出自南疆，被列为禁术。这些年南疆与世隔绝，千里之外的京城几乎不可能出现是心蛊。可几年前有蛊师习了禁术，叛逃了出去，而我来京城就是循着他的踪迹而来。”言至此处，他面色浮现几分羞愧。你阿弟的死与我们也有些关系，那下蛊之人或许就是那叛徒，而你府中那个婢女与他必有联系，所以我才会想找到那婢女。我去，当年的事是这样的吗？原剧情没说啊，我还一直以为是祝初云杀了他弟弟呢。啊，祝初云在骗小川吧，肯定是他自己杀的，想嫁祸给宝宝。我没记错的话，七川要找的人就是女主吧？她就是偷学了禁术啊，会用禁术杀人不是很正常吗？黑粉还淑芬一个好的追书环境好吗？对，不夸女主就是黑粉。就算祝初云没杀他弟弟，他也做了很多坏事，这是改变不了的事实，别想洗白。行，女主用禁术杀人也是事实哦。楼上女配粉别急，男主和宝宝已经决定要对付女配喽。嘻嘻，等宝宝当上侍郎千金，就是你担的死期哦。其实不用男女主，女配自己也会作死的。七川可不是什么乖乖男。侍郎千金，看来那贱婢已经找到下家了，就是不知道是哪个侍郎。我心中有了计较。经过交谈，我和七川目的一致，暂时结为盟友。我对他不放心，在贴身佩戴的香囊内放了毒香，不服用解药，他日日闻着便会中毒。除此之外，我还让人在全城搜寻柔家的踪迹，对外称他盗取了我的首饰，并给出丰厚的赏金。我偏要把事情闹大，让全城人都识得他的脸。若想要以高门千金的身份现于人前，他背后的仰仗也不得不露出狐狸尾巴。发出悬赏不过3日，户部侍郎府就向外宣称又使走散的妖女找回，而那妖女是在猎场被陛下所救，得陛下所助寻回亲人。侍郎府的请帖送到府上时，我正在七川的小院听他介绍他的宝贝小虫。那张请帖被七川抢先一步夺去，他手腕翻转，之前那只丑陋的小虫从他袖中飞出，在请帖上转了几圈。七川眸中闪过了然。是你那婢女？不用他说，我从弹幕就知晓。宝宝终于有身份了。侍郎千金杀回京城，恶毒女配们颤抖吧。咱们疯批帝王绞尽脑汁想了个这主意，太宠了吧。嘿嘿，射箭的时候景叶可心疼了，事后缠着宝宝哄了好久呢。有情蛊在呢，景叶肯定会替宝宝着想搭。没有情蛊也是一样，楼上说话注意点。景叶，萧景叶，当今天子的名讳，背后之人是他，我一点也不例外。
能从几年前就开始布局，又能让一介婢女顶替世家千金之位的人，除了天子还能有谁呢？祝家势大，天子疑心，我爹早有察觉，只是我和爹都难以将一国之君与蛊虫这等污物联系起来。帝王多疑，不只是对祝府，心中有了计较。我望着戚川手中的请帖，问道：方才你说的那蛊虫，可能卖给我？戚川挑眉，你要用在他身上？我摇头否认，不，我有更好的选择。戚川眉头一跳，明白了我的意思。他神色犹豫，我接着道：你要找的叛徒投靠了天子，你以为南疆还能有多久的好日子？闻言，他不再犹豫，朝我比了个手势。这个数，我扯了扯嘴角，这人现在还不忘敲我一笔。祝出云想干嘛？用蛊虫杀宝宝吗？没用的。哼，宝宝的蛊术又进步喽，侍郎家的大小姐都成了傀儡呢。东施效颦，小丑一个。我真不行了，三观堪忧。看着弹幕的嘲讽，我心中嗤笑，妄想再次用傀儡杀死我吗？我能杀他的傀儡一次，就能杀第二次。户部侍郎寻回走失的妖女徐柔家，大摆筵席，而宫中的天子特派身边进士前来赐下赏赐给其撑场面，昭示他对徐柔家的重视。这些时日，丞相府在寻一个婢女的事闹得满城风雨，有不少人认出徐柔家就是我要找的婢女，但谁敢说呢？徐柔家周旋在众多命妇贵女中，高谈阔论，与当婢女时的小心卑微截然不同。因着往日我的行事作风，无人敢上来跟我攀谈。我乐得独占一处凉亭，戚川也跟在我身边。徐柔家远远朝我的方向走来，他视线落在戚川身上，毫无波动。戚川早已换了另一副模样，若不是我日日盯着，我也认不出。他安然落在我身侧，一副与我寒暄的热情的模样。落在我耳畔的声音极轻，却带着浓浓的挑衅。你以为那些小伎俩能对付我？天底下最有权势的男人爱着我，你再这么做都是徒劳。还有你的阿弟，他怎么死的？想知道真相吗？后院东南方向，假山，你来寻我，我告诉你。我没说话，他目露讽刺，怕死。我视线越过他落在滚动的弹幕上。祝出云不是闹着要给弟弟报仇吗？现在又不敢了，呵呵。早说他是装模作样了，可惜宝宝做的新傀儡了。也不可惜，那个女人非不肯认宝宝是她妹妹，天天跟宝宝辞敬，能做成傀儡是她的福气。南平，徐家大小姐我有点印象，对萧景业芳心暗许，本是准备入宫的，想来是不满萧景业对这个贱婢格外看重，因此得罪了她。不过女人间的争风吃醋，竟也让她丢了性命。我心间泛起冷意。放心，我会给你和我阿弟报仇的。迎上他的目光，我淡淡道：当然不。他怔愣片刻，弹幕也愣了一瞬。他真敢去？他不会以为自己还能杀一次傀儡吧？就算他杀了傀儡，也是死啊。众目睽睽下杀了主人家的女儿，我不信他能活。宝宝这个计策真的天衣无缝。他难掩喜意，道了一句恭候，便释然离开。我冷冷望着他的背影，心中早就有了计较。确定背后之人就是萧景业后，我便想明白了一切。祝香旭是帝王的人，所以他会重视柔家这个婢女，才会不惜为了救她将戚川暴露到我面前。柔家是南疆的叛徒，帝王自然会关注进入京城的每一个古尸。戚川早就被祝香旭盯着，一切行动都暴露在帝王眼下。相府亦然，想要由明转暗，死是唯一的出路。我会亲自走上你们给我设下的死局。戚川戳了戳我的肩膀，其实不用那么麻烦，你求求我，我能帮你杀了他。他眼中的戏谑尽显，一如既往的欠揍。少装了，你要杀他，可不是为了帮我。在徐柔家出现的那一刻，我敏锐捕捉到他眼中细微的波动。我按住他跃跃欲试的手，面上仍笑着，说出的话尽带威胁。你认出他了，对吗？他就是南疆的叛徒。他敛起笑意，悠悠朝我看来。你不也想杀了他？我们目的是一样的。我袖中藏着的匕首抵在他的细腰上，姿态侠逆，
旁人只道我不知羞耻。不，我要的是他和萧景业都死。可你不想掺和朝廷斗争。七川，别天真了。自你踏入京城的那一刻，就已经卷入了这场漩涡。你和我，要么并肩，要么你死。七川不想死，就只能帮我。七川彻底歇了单飞的心思，冷着脸乖巧坐着。枉我还把那股虫卖给你，你竟早就算计了我。我收好匕首，与他承诺，当初你要的银子，我会10倍给你。七川一噎，恨恨瞪我一眼。有钱了不起啊！一侍女借着斟酒的时机，不小心将酒洒在我裙摆上。我咽下那句确实了不起，顺着他们的谋划离席。我抬眼朝徐柔家望去，而他正与人交谈，一眼都不曾朝我这边看来。离了席，我一路朝着东南方向走去。这里假山连绵，不知哪一个才是他所指的假山。我在一座座假山中寻找，上手忽然有响动，抬头望去，什么也没看见。太阳高照，地上显出人影，我霎时汗毛竖起。在我身后，我假装未曾察觉，手摸上腰间，地上的影子越来越大，直到近无可近。我侧身躲过攻击，翻身扬手，寒芒闪过，那人脸上显出一道血痕，不是人，是披着人皮的怪物。眼前的怪物披着一副贵女的皮囊，姣好的面容横着一道血痕，双目空洞，阴森森盯着我。他红唇轻启，竟能道出清晰的人话。祝出云，当年我技艺不精，没能杀了你，费心制造的傀儡还被你毁了。这具傀儡我费心数年制成，本不想浪费在你身上，可你竟敢杀我宝虫，我定要将你扒皮抽骨，以泄心头之恨。我扬眉，出言讥讽，大胆贱婢，见了昔日主子还不跪下求饶？他潜入府中跪了我许久，想必心中早就愤恨难平。果然，怪物脸上浮现羞恼，嘶吼着朝我扑过来。这些年我能在京中嚣张跋扈，还能好好活着，除了侍卫保护，也因我武艺日渐精湛。我手腕翻转，2把短刀握在手中，翻身躲开一击，刀尖刺入他的肩头，重重按下，借力腾飞而起，跃至他身后，抬脚将他踢飞。他重重撞在假山上，又迅速爬起，双手双脚并用，借着山势跳跃，像极了畜生。牙尖爪利，确实是个畜生。我一边躲着他的扑咬，一边在他身上落下数道血痕，出言讥讽：怎么，你耗尽数年的心血，就这？他恼怒，嘶吼着让我闭嘴。我抓住他的破绽，迎着他的血盆大口，刀尖刺入胸膛，寸寸将其逼退，直至他死死抵在山壁上。喷溅的液体落在我脸上，他空洞无神的眼清楚映照出我的面容。再度败于我手上，他反而诡异的勾唇。祝出云，赢了我，很开心吧？当初你亲手杀了你弟弟，也是这么开心吗？哈哈哈，我不过让那傀儡叫了你一声姐姐，你就夜夜噩梦数年。杀害亲弟的罪孽你当初不曾洗掉，如今侍郎府的大小姐又死于你手，你还能活下去吗？好好享受我赠予你的罪孽吧。最后一个字落下，面前的傀儡彻底没了声息，而我的身后，几个丫鬟惊惧地捂着嘴，凄厉尖喊：大小姐被杀了，快来人啊！祝家的小姐又发疯杀人了。匆匆赶来的侍郎夫妇看到假山丽的场面，几欲昏厥，而徐柔家站在他们身后，嘴角噙着笑，视线毒蛇般缠绕在我身上。户部侍郎的千金鱼众目睽睽死在我手上，百官皆上言要天子将我赐死。我爹在我被抓走之前，将我关在了府中，百姓日日朝我家扔鸡蛋白菜，要我杀人偿命。天子降旨，斥责丞相不知轻重，难当丞相之位。事发后的第5日，我爹进宫求见天子，一番痛哭流涕下放弃了我。天子又许于安慰，让我爹不要太难过。我被下旨赐死，于3日后斩首示众。我爹郁郁寡欢，数日都不曾上朝。天子趁机削弱我爹在朝中势力，又拉拢徐家，下旨封徐柔家为后。我被斩首那日，徐柔家以准皇后的身份来观刑，她不掩心中得意，挑衅对我笑着。我披头散发，被人押着到行刑台。看见徐柔家，
我似疯了般朝他般大喊：妖女！你害我！你害我！她是妖女！是妖女啊！我拼了命嘶喊，急于要挣脱束缚，朝她冲去。众人被我的疯狂镇住，突然不知从哪来的许多虫子出现在我身旁，密密麻麻将我围住。我还在凄厉地喊着：皇后是妖女！一声接着一声，重重砸在众人心头。令人恶寒的虫子已经将我彻底围住，乌漆嘛黑一团，再看不出丁点人的痕迹。翅膀扇动的沙沙声以及类似咀嚼的声音一波一波往人耳朵里钻，视觉和听觉的双重刺激让人不禁头皮发麻。恶臭味渐渐蔓延到人群，有人忍不住当场呕了出来。而台上被虫子围绕的我彻底消失不见，刑台上止于一滩血迹，而尸骨无存。数以千计的小虫又朝着面色清白的徐柔家而去，那些虫子没有伤害他，而是静静落在他脚下，慢慢的没了声息。刑场死一般的沉静，那一道道望向徐柔家的目光写满了恐惧。徐柔家骤然起身，地上黑色的一片让他心生恐惧。他知道是戚川出的手，他是奉命来杀他的，怎么可能会帮他？肯定有阴谋。他顾不得那些贱民怎么想，只想立马入宫找萧景烨商讨计策。而他的落荒而逃在众人眼中就是心虚。刑场不远处的茶楼上，我一身黑衣将全身包裹，脸也藏在黑色面罩中，冷眼看着徐柔家朝宫中方向而去。戚川的一举一动皆被萧景烨监视，他用蛊虫将本该死在刀下的我杀死。一是挑衅徐柔家，二是告诉萧景烨，只要蛊师响，就能轻而易举杀死一个人，包括帝王。面对生命的威胁，帝王会如何对待昔日的爱人呢？一旁的戚川肉疼地说道：我的爱宠们就这么被你利用。我吐出一口浊气，刚才那密密麻麻的触感还令我心惊。听他这么说，忍着恶心，又给下承诺：20倍。他眼一亮，愁眉顿时舒展。不过一些随手可得的小虫，你用了就用了。刑场上触目心惊的一幕被一传十，十传百。不过半日，众人皆知帝王选中的皇后竟是会指使虫子害人的妖女。徐家找回的小姐是妖女，我早就知晓她不对了。徐府本来好好的，一找回她，府上的小姐就死了。对，她曾经还在丞相府当过丫鬟。是了，说不定当初祝小姐也是被她操控杀了祝小公子。兄台，你这番言论可谓是醍醐灌顶啊！这妖女逮着出云小姐一个人祸害，真是可恶至极。此等妖女绝不能为后。当初徐柔家借着舆论以图杀死我，我也有样学样，还给他。舆论愈演愈烈，而原本对他极为喜爱的萧景烨一改往日之态，任由舆论发酵。在百官的进言下，萧景烨收回了当初封徐柔家为后的旨意。我日通过弹幕了解二人的感情变化。皇帝怎么回事？为什么不信宝宝？小情侣闹别扭而已，不要大惊小怪。暗卫都动用了，这还是闹别扭吗？我去，戚川怎么要和男主联手了？我保成了反派？别搞啊，情不解了，萧景烨真会毫不犹豫杀了宝宝的。在我的授意下，戚川主动暴露在帝王面前，被他的贴身暗卫带进了宫。以萧景烨的自负和多疑，他不会轻易相信戚川，但也不会不接受他的投诚。为萧景烨解除柔家暗地下的情蛊，是他获取萧景烨短暂信任的第一步。除了情蛊，还有一个人能推动萧景烨对柔家彻底失去信任。祝香旭埋在相府的这颗棋子，如今丞相府示弱，萧景烨一定会选择继续打压。祝香旭这颗棋子该动了。监视了祝香旭几日，他终于将编造的证据整理成册，趁着夜色向着宫城的方向赶去。我在必经之路等着他。月色森森，一道飞溅的血色呈抛物线抛起又落下，车夫倒在血泊中，而马仍在前进。我踏着血迹走进马车内，祝香旭朝我攻来，轻而易举被我制住。烛火照出我的脸，他大为骇然。你没死？不杀了你们，我怎么舍得死？我目露可惜，只叹不能手刃了你。随着话落，我拿出从戚川那得来的蛊虫，
在他惊恐的目光下放在他脸上。暗绿色的蛊虫在他脸上飞快爬动，顺着他睁大的眼睛爬进。他惊惧的大喊大叫，可挣脱不了我的束缚。蛊虫进了他的大脑，一点点啃噬着。他疼痛难忍，在马车内不停地挣扎滚动，口、鼻、耳渐渐渗出黑红的血，丝丝缕缕爬满他整个头部。疼，好疼！我的眼睛，我的耳朵，求你，求你杀了我！他痛苦地嘶喊，我仍不觉畅快，冷冷看着他身子扭成怪异的形状。求饶声渐息，他的面容扭曲到了极致，直至人彻底没了声息，我才抱着那些伪证离开。翌日，丞相府的养子死在了大街上，被人发现时，尸体旁还爬出一只染了血的虫子。自此，城内人心惶惶，纷纷叫着要杀了徐柔家这个妖女。宫中的萧景烨也知道了这消息，他目光冰冷地看向被他秘密召入宫中的戚川。戚川耸肩，神色无辜：“陛下，你知道的，从昨晚我就一直在宫内。”萧景烨当然知道戚川一直在宫里，不可能有机会杀害祝香旭，所以只能是徐柔家开始报复他了。他闭眼，长长叹出一口气，下定了决心。很快，帝王寻到一个世外高人，封其为国师的消息传遍京中。国师上任收到的第一个旨意就是查验徐家寻回来的女儿是否真的是妖女。帝王下令设下高台，让国师当着全城百姓的面查证。徐柔家被人押着到高台，他视线冷冷扫过高台旁的用木柴堆成的刑台上，眼里闪过讽刺，又看向端坐上手的萧景烨。他想不明白，他明明帮萧景烨做了那么多事，为何他还是不肯相信他？他从来都没相信过他。他派到他身边的人一开始就怀有疑心，以至于他如今能轻易被他抓到。他恨，想要将曾替他做过的脏事尽数说出。可萧景烨早早命人将他的舌头割了，就是不让他在今天说出一句话。萧景烨到底要干嘛？他就信戚川，不信宝宝。情蛊不是他下的，他不下情蛊，景烨也不会彻底不信他。下情蛊也不是为了伤害他，只是太爱了。女主粉别急，今天是你担的死期。一直看女主不爽，终于要死了。咱帝王独美，独美你 M 呢？这都是祝出云的计谋。女主死了，下一个就是男主。女配粉别做梦了好吗？杀一个没身份的贱婢就够了，还想是地造反吗？真以为下个毒，戚川就真的什么都听他的了？不好意思呢，戚川宝宝已经投靠咱帝王了，区区毒药不在话下。虽然但是戚川可没说祝出云还活着，你们就真觉得他叛变了？就是很明显，戚川就是听祝出云的话，我等着看无良男主怎么死的。弹幕一片吵闹，我看了几句就不再关注。我寻了一处显眼的阁楼，遥遥望向高台上的一举一动。帝王一声下令，身着锦色衣袍的戚川开始他的表演。众人只听他口中念念有词，不知在说什么咒语，分明晴朗无云，众人却不禁起了鸡皮疙瘩。悉悉索索的声音响起，那声音来源处正是徐柔家脚下。众人亲眼见着，自他脚下爬出密密麻麻的黑虫。戚川神色肃然，厉声呵斥：“果然是妖女！”众人哗然，惊惧之下纷纷叫嚣着要将她烧死。戚川一甩袖，手中的点燃的假符纸扔到徐柔家身上：“快将他扔到刑台！”压着他的侍卫一刻也不敢耽搁，立即把人扔到了刑台。霎时响起噼里啪啦的声响，他面容狰狞，朝着萧景烨啊啊嘶吼。可萧景烨自始至终都毫无表情，对今日的一切他早有预料。戚川所作所为都是受他的命令。他眼底划过庆幸，好在情蛊已然解了，不然他还真不好拿他怎么样。眼看着火势越来越猛烈，火蛇几乎将徐柔家整个人围住，他再无生还可能。我不禁勾唇，终于要死了。高台上的帝王心脏猛地一痛，紧接着是愈加难以忍受的疼痛自心脏蔓延卷全身。他的面色顿时变得煞白，立时朝戚川望去。戚川对他遥遥一笑，口型无声道了一句：“蠢货！”我眼睁睁看着火蛇扭曲那贱婢的面容，直至将其烧成焦黑。
端坐台上的帝王面容毫无血色，手颤抖指着被火光萦绕的人，疼痛让他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救！身侧的士官发觉他的不对，立马喊人。戚川见状，高声道：“这妖女临死竟还要害陛下！”在他的授意下，行刑的人又往火堆里加了火把，火光几乎冲天。萧景业目眦欲裂，心脏灭顶的疼痛让他吐出一口黑血。他瞪大眼睛，死死盯着火光后的一处阁楼，那里站着一个人，一个在他心里已经死去的人。原来，在临死前，他突然想明白了一切。戚川给他解的从来不是情蛊，他在不知不觉中中了他不知何时何种办法下的蛊毒，借着解情蛊的名义，给他解了另一种蛊。只要他对柔家起了杀心，那他的死期也将至。断气的最后一刻，他还在死死望着我。我望着混乱的高台上死不瞑目的帝王，缓缓输出一口浊气。我抬头望天，仿佛看到了阿弟的面容。阿弟，你看到了吗？阿姐和爹爹为你报仇了。萧景业中的另一种蛊，是我让爹爹面圣时寻迹下的。彼时的萧景业沉浸在即将搞垮相府的喜悦，哪里会注意小小的细节？帝王薨逝，膝下却无子。我爹在朝堂威望犹在，在几大世家和他的推动下，从旁支选了一个平庸的人登上帝位。新帝登基，治罪徐家，罪名是窝藏妖女谋害先帝，最终被判以9族。我没有身份，无法留在京中，让人将解药交给戚川后，独自踏上了游历山川的旅途。阿弟曾对我说过，他想看尽世间繁华，我会带着他的遗物一起踏遍山河。全文完，皮皮听书，感谢您的观看，每天上新精彩小说，喜欢就订阅吧。